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2部待播剧冰火两重天，粉丝为何对天地剑心狂欢，却为英雄志揪心？当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更名为天地剑心并顺利过审下证的消息传来，诚意的粉丝群瞬间沸腾。爱奇艺站内预约量突破400万的数字，印证着这部改编自国漫顶流 IP 的剧集有多么炙手可热。然而，同样是诚意主演的《英雄志》，自2023年6月杀青后却杳无音讯，制作方子俊影视的司法纠纷更让播出前景蒙上阴影。为何同一个演员的2部作品会面临如此悬殊的命运？顶流动漫 IP 加战损美学，引爆天地剑心的期待值。天地剑心作为狐妖宇宙3部曲的终章，前作月红篇淮水竹亭云合集均超1400万的成绩，已经为他铺好了红毯。这部剧改编自狐妖小红娘的王权篇，原著庞大的粉丝基础为他提供了天然的观众池。诚意饰演的道门兵人王权富贵与李一桐的虐恋线高度还原漫画高光剧情，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原著粉疯狂。视觉冲击力是这部剧的另一张王牌。白发战损造型、万箭穿心等高虐场景的路透频上热搜，诚意标志性的破碎感演技与仙侠题材高度适配。36集的篇幅既保证了叙事的完整性，又符合当下观众对快节奏剧情的需求。从商业角度看，这部剧几乎集合了所有爆款元素：顶流 IP、当红演员、高虐剧情、精美服化道，资本对它的期待自然水涨船高。英雄志的难产困境，粉丝期待与资本寒蝉效应的角力，与天地剑心的风光无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雄志的坎坷命运。这部改编自孙晓同名小说的剧集，自开拍以来就备受瞩目，却因制作方子俊影视的司法纠纷与税务风险陷入停滞。其查信息显示，该公司2025年8月新增开庭公告，案由为合同纠纷，这无疑给剧集的播出前景蒙上阴影。英雄志对诚意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他首次挑战武侠权谋题材，粉丝期待他能借此突破仙侠舒适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超话里长期存在的英雄志今日播了马达卡帖，折射出粉丝对这部有生之年系列的无奈执念。这部剧的困境也暴露出中小影视公司在资本寒冬中的脆弱性，与背靠爱奇艺 S+ 及资源的天地剑心形成强烈反差。同一演员，两种命运，影视工业的残酷 A-B 面。诚意2部待播剧的不同境遇，生动展现了影视行业的丛林法则。平台主导的 IP 剧享有宣发红利，天地剑心的招商进度公开透明，而传统制作公司的项目则容易陷入信息黑洞，英雄志的粉丝只能在黑暗中等待。这种差异也反映了市场偏好的变化。观众对工业化量产的仙侠剧接受度更高，36集的天地剑心符合当下观剧习惯，而需要慢工出细活的英雄志，其原著篇幅决定了改编难度，在快消文化盛行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诚意个人品牌也面临挑战，如何在及时满足的仙侠爽感与长期投资的正剧口碑之间找到平衡？等待的艺术，演员与观众的共生成长。诚意采取双线作战策略，通过天地剑心等高产作品维持热度，同时以英雄志沉淀演技，这种选择值得尊重。粉丝需要理解作品周期的参差，正如行业需要反思资本短平快投机对精品剧的伤害。当粉丝为天地剑心开香槟时，英雄志的等待恰恰成为对演员长期价值的投票。在这个速食文化时代，耐心或许是最奢侈的品质，但正是这种品质，才能孕育出真正值得铭记的作品。
两部剧的不同命运，不仅关乎程毅的职业生涯，更是整个行业生态的缩影。程毅两部待播剧冰火两重天，粉丝为何对天地剑心狂欢，却为英雄志揪心？当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更名为天地剑心，并顺利过审的消息官宣后，整个网络瞬间炸锅。程毅的粉丝几乎是一夜之间点燃了庆祝模式，爱奇艺预约量突破400万，相关话题屡屡冲上热搜榜。而另一边，英雄志却陷入了石沉大海的尴尬境地。从2023年6月杀青至今，连一条正式定档消息都没有。制作方紫骏影视的司法纠纷更是让粉丝忧心忡忡。两部作品，一个春风得意，一个命途多舛，背后折射的正是当下影视行业的现实残酷。顶流 IP 加持天地剑心锁定爆款前置。天地剑心作为狐妖宇宙的第3部曲，天生就拥有无可比拟的热度基础。前作月红篇、竹叶篇累计播放量破亿，IP 粉丝早已形成了坚固的观众群。改编自国漫顶流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这一章原著剧情以爱而不得，终而不悔的高虐情感线著称。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与李一桐饰演的苏苏之间的纠葛注定泪点满满。而从路透图来看，程毅白发战损造型极具视觉冲击力，配合他一贯擅长的隐人与破碎感表演，让粉丝直呼这才是仙侠该有的气场。再加上制作班底强大，投资规模庞大，特效团队专业，整体画面质感不输院线级制作。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天地剑心几乎集合了所有爆款公式，顶流 IP 加当红演员加高颜值虐恋加高完成度制作，这样的组合让市场提前压住它，成为下一个破圈神剧。英雄志的沉寂与无奈，资本风险下的被动等待，与天地剑心的高调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雄志的低调与无声。这部改编自孙晓同名小说的武侠权谋剧，从立项伊始便被寄予厚望。程毅饰演的陆离不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谋略型人物，更是他突破以往仙侠人设的全新尝试。粉丝期待他能凭此实现演技层面的转型升级。然而理想丰满，现实却极其骨感。随着制作方紫骏影视接连陷入合同与财务纠纷，英雄志的后期制作宣发进度几乎陷入停摆状态。相关法律文件显示，该公司2025年仍有未解决的经济诉讼，这意味着剧集短期内几乎无望上线。粉丝们只能每天在超话打卡英雄志今天播了吗？这份等待从热情逐渐变为无力的坚持。英雄志的困境也揭示了行业一个冷峻的现实，在资本寒冬下，中小影视公司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旦资金链出问题，哪怕是优质项目也可能被迫搁置。而这类公司出品的作品往往缺乏强平台背书，容易陷入完成却难播的尴尬循环。同一演员，两种命运，平台资源与资本格局的缩影。程毅的两部剧犹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天地剑心背靠爱奇艺 S+ 级项目，享受着全方位的资源加持，从投资、宣传到发行都走在阳光大道上。而英雄志则因为制作方体量有限，外部环境复杂，只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这不仅仅是个别项目的命运差异，更是当下影视工业化格局的真实写照。平台型项目掌握主导权，拥有资源优势，独立制作公司则被边缘化，哪怕内容优秀，也难敌市场与资金的冷漠。此外，从题材上看，天地剑心的仙侠元素与视觉奇观更符合当下短视频传播节奏，容易制造话题热度，而英雄志讲究剧情铺陈与人物心智博弈，需要观众投入更多耐心，这在快消文化主导的当代显得不合时宜。耐心与信任，演员与粉丝的共同修行。面对这样的两极反差，
程毅本人选择了稳扎稳打的策略，一边通过高曝光度的项目维持热度，一边在高质量正剧中磨练演技。这种双线发展的布局，在内卷严重的演艺圈中实属难得。粉丝们的情绪也值得被理解。狂欢天地建心是对偶像作品成功的喜悦，揪心英雄志则是对演员职业理想的心疼。等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影视创作周期越来越长、资本风险越来越高的今天，学会等待，也许正是对一个演员最深的信任。天地建心的繁荣与英雄志的沉寂，构成了当下国产剧生态的现实缩影。一部代表着资本主导的工业奇迹，一部象征着理想主义的孤独坚守。对于程毅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成长。他必须在市场热度与艺术厚度之间找到平衡，而粉丝也要在狂欢与守候之间学会从容。在这个一切都讲究快的时代，也许真正值得被铭记的，不是哪一部剧先播，而是谁能在时间的长河中依旧被观众记得。